弄得跟孙子似的，还不是年轻啊！水不要过来呀！我们的形容词就是润，夹菜靠翘。打开座椅加热，滚！哎，朋友们，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损友啊？说话说一半，前一阵我一朋友发微信跟我说，赶紧去北边，北边有极光，有极光了。开车就奔5环走，我堵了一半，我问他，我说哪儿啊？是密云还是怀柔啊？大哥告诉我说是东北。今天我们真正来到了东北这个长白山景区，看看能不能碰到极光啊！那看极光，交通工具非常重要。上岸啊，看看咱今天的车。分钟了啊！水不要过来呀！淹水了！哎呀，来一个船头视角。我腿拿住了啊！嗨，蓝图，打开座椅加热，空调调到28度，吹脸。咱上岸了啊！既然看极光，我觉得今天这辆车再合适不过了。看这名字，追光，对吧？咱追着极光走。今天我们主要就是一个短暂的适应，和车培养一下感情，建立一下信心。雪地的驾驶体验，咱明天慢慢说。赶紧上车。The next day， 哎，早起发车了啊！蓝图全系有我们的追光，这边是梦想家，前头还有24款的蓝图 Free， 多强大的阵容，对吧？什么车型全都有了。追光这车给我印象啊，设计讲究在哪儿呢？比如说这个门把手，现在的新车很多都取消了门把手，改成个按键了。但是像这种又好看，同时呢又很好用的门把手，真的设计不错。好，它的中控这边呢采用了一个4+1的屏幕设计，这块是副驾娱乐屏、中控屏、仪表屏，这儿还有一个空调啊，包括整个车控的一个屏。前头还有一个巨大个的一个 HUD， 屏幕挺多，并且呢是下了心思的。比如说这个方向盘啊，看它的造型，这块有一个多边形的凸起，一开始觉得很奇怪，但是当你坐到了驾驶位，你就会发现这样的设计其实完全可以把这个仪表屏的信息掏空，让你在任何角度呢、任何坐姿都能看得很清楚。如果是常规的方向盘，就会进行一个遮挡。就这些小细节，真的是能看出用了心了。车内饰值得夸的设计实在是太多了。比如说这个遮光板啊，昨天我忘戴墨镜了，在这种雪地开车呢，一反光特别容易雪盲。然后打开遮光板一看，瞧这车，它这个设计就是特别的合理。上头是传统的遮光板，这儿还有化妆镜，一个不缺。底下呢是一个墨镜片儿，这么一个设计。夜里可以防远光，然后雪地可以防雪盲，这样视野其实开阔了很多。这个设计太讨巧了，我都想买一个装自己车上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这段路程呢，是从长白山一直开到延吉，全程是260多公里，3个小时这么一个段路程。昨天呢，大家已经开了150-160公里的路了，跟车呢熟悉一下。那么今天呢，再开起来，我总结2个字啊，就是从容。昨天啊，大家都是很小心翼翼，50-60公里的速度这么开。今天在这种满是积雪这种国道上，大家车速已经提到70、80、90这种速度了，感觉是跟车呼应上了哈。之所以让大家这么有信心呢，确实是它这个底盘调得不错。这车底盘感受是什么样呢？我觉得特别像奔驰那种感觉，从容和稳健。那么追光 PHEV 的配置确实是很高啊，我这里指的不是冰箱彩电大沙发那种配置，它的底盘配置确实相当的高。前双叉臂，后5连杆，空悬配上 CDC， 一些基本的参数呢，它的0-100加速是5.9秒，百零刹停呢是33.8米，这个成绩相当优秀了。还有一个更棒的是，它的麋鹿测试成绩是83公里每小时，在东北这种山林里穿越啊，保不齐什么时候窜出来一只傻狍子，吓你一跳。麋鹿测试成绩好，一方面是 ESP 这些调教好，还有就是它的底盘采用了一个全铝底盘的这么一个构架。那簧下质量轻1公斤，相当于簧上质量减轻10公斤，让它的操控呢更加灵敏。全铝悬架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在这种雪多的地方，它会撒很多融雪剂，所以说全铝悬架的防腐蚀性能会好一些啊。这个车还有一个主动的一个魔毯悬架系统，在车速60的情况下自动开启。大概原理呢，就是通过前摄像头去扫描前方5到15米的路面，很有意思啊。比如说我们看的前头有一个沟坎儿，这时候如果你加速保持在60以上，通过的这个体感，甚至要比你降下速度来慢慢通过，反而是更舒服。这一点也是很奇妙的啊。这个底盘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，就是它特别的舒适啊，或者用我们的形容词就是润。如果您找一个您开奔驰的朋友，让他坐在后排副驾，闭着眼睛体验啊，让他猜这是什么车，那绝不可能猜是 C 级，起步就得是 E 级。
现在呢，车队停车了，一会儿我们要干一个本不该轿车去干的事儿，就是去这个深雪的这么一个林地里做一个轻度越野的穿越。那么进入雪地前，我们肯定是要做一些准备。这套空气悬架呢，是可以进行一个上下的高度调节。节前现在是差不多一个3指这样的一个高度，它的调节范围呢最高是65毫米。那我们现在把它升起来，看升起来之后什么样子。基本调完了，刚才呢是3指的这么一个高度，现在呢已经是1拳再多一点点。那么有了这样一个高度之后呢，我们一会儿进入雪地，在压过这种深雪的车辙印儿的时候，通过性就会好很多。那进入这片丛林的雪地穿越，驾驶模式调到雪地，这样呢它就可以做到一个前后50:50的一动力分配，更踏实一些。咱们出发。原来走这种路，让我选一个车从这里穿过去，我肯定选斯巴鲁。但是今天这个呢，我们驾驶这个蓝图追光，其实它底盘抬升之后呢，已经是底盘高度比一般的城市 SUV 还要高了，而且它是电四驱啊，它分配得更快。别看这种路啊，又是冰又是雪，而且旁边还有很厚的煤渣什么的，而很复杂的一个路况。但是这个全程我没有触发一次 ABS， 我觉得不是我驾驶水平多高啊，主要是靠这个车本身。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工作车都帮我们做完了，比如说刹车，对吧？刹车它也是采用的一个是 One Box 的一个方案，是线性的一个刹车。你踩刹车大码，其实传递的是电信号，这样在这种路面呢，它整个 ESP 啊，包括整个底盘啊、刹车，包括它的 CDC 套悬架，它自己进行一个判断，去帮你调到一个合适的水平，就以免驾驶员做出一些错误的操作。走完这种路呢，我真觉得信心倍增啊！在追光 PHEV 后面应该再加一后缀 all road 的，就开起来非常有信心，远比一般的轿车通过性要好得多得多。虽然说雪地驾驶需要谨慎啊，但是这辆车的确让我信心爆棚。哎，你看那儿，那个湖面那儿真漂亮啊！好棒，上面还有鸭子呢。那是人好吗？那边后面有一群鸭子。好嘞，这样啊，咱们把这儿，我觉得就停这儿吧，咱们拍一张封面图。好。3、2、1，走你！哎呀，裤子露出来了，再来一遍吧，再来一遍。再来一遍。2、1，扔。走你 OK。上车了。哇，我太冷了，我跟你说，在车里不觉得，出去扔2下雪，整个手都僵住了，这不愧是真零下20多度啊！然后回到车里，第一件事就是握紧方向盘，因为它有方向盘加热，所以这儿摸着之后呢，有点暖手宝的感觉。另外啊，还有细节，把帽子呢我放在这里，这里头这儿还有一个出风口，这样暖风呢就能导到这个扶手箱里。现在我这个帽子是暖烘烘的这种感觉，哎，一下冬暖夏凉啊，夏天可以往里放点矿泉水，冬天呢就可以放一些手套啊、帽子什么的，起到一个暖箱的作用。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冰箱实用。空调看这儿啊，它这儿有一个自动扫风模式，还有避开吹脸和聚焦吹脸。谁聚焦吹脸？我聚焦吹脸啊，因为刚才那个雪花打在脸上，现在这儿都呲了。打开这个聚焦吹脸模式呢，它就能直接吹脸。还有特有意思，看这儿有一个摄像头，可以通过这个识别驾驶员的大概一个年龄作为判断，老人还是小孩。如果是老人小孩的话，他就尽量避开直接吹脸，吹得很干燥。这么神奇。有个问题，那要是张凯芝坐在这里，你说他怎么识别呢？白娘子啊，白娘子不用识别，直接我给他开好。那我识别，我觉得他肯定给我识别特别年轻。为啥？冻得跟孙子似的，还不年轻。走，咱们接着去下一段。我们又开了一段，车还能坚持，但是人已经急切需要补能了，所以我们随即到达了午餐点。现在呢，我们是午饭时间啊，可以选择是室外在河里吃，或者说进里头包间儿啊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间儿啊，这里头大锅，这是传统燃油大锅啊，然后这边还置一个锅咖啡机，这是由这个梦想家供电提供的啊，里边是火锅店，这火锅店让我感到一丝不安的是，这整体的这个墙都是拿雪堆的，这是真的雪啊，里头没有砖，就是纯雪堆了一个雪屋子，然后在里头吃火锅。那我下意识第一反应就是那火锅蒸汽会不会把这给弄化了啊？包间1、包间2、包间3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这个肉啊，绝对不用担心说是化了，冻得倍儿瓷实，叫如假包换的冻豆腐。你先来，你先来。夹菜靠翘。来，
来吧，跑。哇，这大冰块鱼！蛤蟆，哇，好大的鱼啊！哇，这个是雪蛤，雪蛤啊，不得咬我吗？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大补哎，这个！哎呀，冷不冷？我赶紧上车，冻死了！泰蓝图，打开全车所有座椅加热。打开所有座椅加热了。OK， 这车还是带热泵空调的，所以像冬天这种天开呢，能耗会比没有热泵空调呢要省一些。觉得鱼特别厉害，这天在水里还能活。我在冰面上我都快不行了，我快成冻豆腐了。吃完冰雪小火锅，车队继续向延吉出发。这一路主要以高速公路为主，大家都开得非常欢乐。冬天在这种极寒地区开车，眼看着天变黑了，总以为到了晚上，但一看表才下午5点多。这一天啊，感觉特别的充实。这次冰雪试驾还剩最后一个心愿，我们能如愿看到极光吗？现在已经开到延吉市区了，正好赶巧了是寒雨，智能车机的典范。再一会儿就到酒店了，一会儿看一下能耗。OK， 我们今天开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呢，终于是到达了目的地啊，延吉这边。一会儿去办酒店入住。最后啊，咱们看一眼这个整体的能耗，这2天一共开起来差不多是450多公里，然后中间呢用了混动模式，还有一阵用的是燃油优先模式。综合来看，这个电耗9.8度，油耗4.4升。这个油耗啊，大家不要忘了是在零下20多度，很厚的雪，还换了冬季胎的情况下，还原地着车空调，这个能耗我觉得可以给一个大大的赞，对吧？干嘛呢？快点呀！我看见极光了，咱们看见极光了，极光了！真的，你过来啊！你看这个极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极光？还是动态的极光？极光啊，对啊。滚！哎，极光啊，咱们这儿也看了。虽说没有看到真的极光吧，但是追光这2天是酣畅淋漓，透彻地感受到了。通过这2天的试驾，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追光粉了。谁要问我30万内现在买什么车，就一个答案：追光 PHEV。